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经历？上学那会儿，别人学我也在学，他们敢熬夜，我就敢通宵，结果一考试，人家130，我83。上班了也是一样，太阳不下山，我就不下班；地球不重启，我就不休息。结果人家升职加薪，我连温饱都费劲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是一天24小时，都是有着高智商的人类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假性勤奋，或者叫无效努力的话题。就是有一些人基本不会拖延，事来了马上就干，感觉很忙很努力，但是别人努力的结果都是看上去毫不费力，他们努力却像毫没费力的样子。下面咱们看看假性勤奋的4种表现，小伙伴们也可以对号入座，说中了也不要紧。今天的视频可以让你摆脱假性勤奋，变成高效努力的大神。1. 避重就轻，重复简单环节。要考试了，我一个同学准备复习英语，但是越看越瞌睡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自己擅长的是数学，数学多考几分补回来就好了，转而去做数学题。考试结果出来，看着不及格的英语，自我安慰，局部缺陷不影响整体。很多人喜欢避重就轻，挑自己喜欢做的、擅长做的，在舒适区内努力，其实只是简单的重复，对结果影响不大。而且这种行为会让我们不断的逃避困难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。比如想扩充知识面，经管类、文学类的书看不下去，就去看小说传记；小说传记也看不下去，就去看网上的鸡汤。我以前还欺骗自己，看多了都一样，现在想想脸打得生疼。2. 自我感动，沉迷表面假象，稍微努力一下，就感觉自己在拼命一样。去图书馆看了一上午书，下午必须打游戏犒劳一下自己。减肥稍微掉了2两肉，那必须自制火锅可劲造。沉迷已经成功了一半的假象，并不是什么好事儿，相反会很大程度的阻碍我们继续努力。学英语，我下了很多 app，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健身，跑鞋准备好，健身卡充起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我之前因为想学摄影，特意买了单反，现在都放受潮了，我连光圈快门都没整明白。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些都是形式主义，对吧？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没有质的效果，一切都是零。真正努力的人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简单直接就是干。3. 低效努力，拒绝优化方法。很多企业家喜欢吹捧自己创业多么努力，说年轻人之所以不成功，是因为不够努力。怪不得成功学没人学了，那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废话。脱离方法谈努力就是不切实际。一些人把10000小时法则当成真理，认为不管学什么，凑够10000小时就能成为专家。但努力并不是单纯的重复和天真的练习，刻意练习把这种努力描述为基本上只是反复的做某件事儿，并指望只靠这种反复就能提高表现和水平。还拿上学那会儿来说，一些学生做题不会总结规律，所以换了题干就需要重新思考，而学霸呢会把这些归为同一类题，碰到了只需要套公式就可以了，效率和正确率自然高很多。4. 缺失管理，浪费时间精力。咱们来看看虚假勤奋的人的一天。早上醒来，计划把 PPT 改一改，刚坐下，手机弹了个消息，某某明星被朝阳区群众举报干坏事了。这个瓜逼得是啊！然后顺便把微信消息和邮件回复了一下，一上午就过去了。吃完饭总该老老实实做 PPT 了吧？发现没有思路，又找资料、翻文档、处理杂事儿，跟同事聊天，一下午又过去了。看上去也在忙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咱们把这些事儿放到时间管理4象限理一理，不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回微信吃瓜跟同事聊天花了3个小时，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回邮件花了1个小时，不重要但紧急的事儿找资料处理杂事儿2个小时，最重要且紧急的 PPT 其实2个小时都不到。就好比一个电影，配角表现抢眼，直接把主角给干死了，这就离谱了，对吧？其实从上面4个表现，我们就能发现问题，也知道该如何去改变。但如果单纯的说要经营时间管理，要优化方法提高效率，好像又不太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下面咱们就用3个步骤系统的分析改变的底层逻辑。以前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总是质疑里面的布局，1楼是专柜，2楼是日用百货，3楼才是最常买的食材。我买个酱油都得绕一大圈，后来每次去超市都推着一车东西出来，有次只是去买点纸，结果被推销了一个电饼铛，我才知道这是高手。我们做事儿也是一样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干扰，不停的给你绕圈子，所以紧盯目标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咱们要以终为始，确定主线，可以按这样一个步骤来。1. 以目标为终点向前倒推，就像游戏的关卡一样，然后确定每个关卡的主线任务。2. 确定每个阶段需要做的支线任务，就是你过这一关需要什么装备，但是要注意支线只是为主线服务，目的还是要过关。3. 整个流程大致明确之后，就开始在新手村练习吧。不过这次你已经拿到了游戏攻略，不会再盲目打怪了。别让无效努力毁掉你的作者克里斯贝利，
他提出了高效的3个要素：时间、能量、注意力。1、时间管理。第一个方法是砍掉不重要的事项，只保留3个。我们可以根据主线任务列出1个月最重要的3个任务，同时拆解为每周每天最重要的3个任务。其实咱们80%的成绩往往都是由1、2个重要工作决定的，所以3个任务基本能涵盖我们最重要的工作，而且不用便签也能轻松记住。第二个方法是找到自己的生理黄金时间，就是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记忆力最好，哪个时间段思维活跃，用这些时间处理对能力要求不同的事情。比如我会在上午写稿子，晚上做视频，这个需要自己测试，找到符合自己的最佳节奏。状态不好的时间就用来处理不重要的琐事儿。2、能量管理。有了能量你才能放大招啊！但是我们会发现，一些人白天睡不醒，晚上睡不着，结果能量都用在了熬夜上。大脑只占身体比重的3%左右，但是却消耗20%的能量，能量不足自然带不动这个 CPU 啊。能量管理的方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但是可能没有在意。A、合理饮食，多喝水，喝红牛都没多喝水有用。B、适当运动，在运动时，你的大脑会释放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对新习惯的脑神经回路的形成很有帮助。C、充足睡眠，脑脊液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流入大脑，清除大脑内的代谢物质，是正儿八经的洗脑。3、注意力管理。神经系统科学家认为，注意力由3部分构成。中央执行系统位于我们大脑中的前额皮层处，负责思考和计划。焦点就是注意力聚焦在当前任务的能力，提高效率。意识察觉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什么，避免干扰。只有在只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中央执行系统模式才会启动，然后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任务。另外，尽可能避免一切干扰，比如关掉手机、去图书馆，这样你的意识才会更专注。刻意练习中提到的刻意练习，我觉得是非常强大的学习方法之一。除了目标和专注之外，刻意练习有几个典型的特点，符合这些特点的练习一定会事半功倍。A、每一步都有反馈，一方面就像打卡一样提高成就感，另外一方面可以检测哪些地方有缺陷，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升。B、走出舒适区，开5年出租车也不会成为车手，尝试做一些没有做过、对自己有难度的事情才是刻意练习。在舒适区练习1万小时，也只能代表我能，而不是我有能力。C、能产生心理表征。心理表征就是你大脑思考任何事情时的心理结构，或具体或抽象，而心理表征的质量和数量就是高手与普通人拉开差距的因素。比如我提到奥特曼，你马上就能想到这是日本动画片，里面有赛罗、迪迦，他们打怪兽，这就是心理表征。下棋的小伙伴应该更有体会，高手能对棋盘走势配置更准确的预判，更快速的决策，而像我这样的新手就只是走一步看一步。它可以帮我们找出规律，制定计划、组织和解释信息。刻意练习能产生心理表征，又依赖心理表征，所以这些也是培养心理表征的方法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天赋，真的只是正确的练习，当然前提是你要有效努力，而不是假性勤奋。通过上面3个步骤，你就可以摆脱假性勤奋，用更少的时间达到更好的效果，做到真正的努力，让自己看上去毫不费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